如果有一段感情，经过1年时间的沉淀之后，再次回到观众眼前，你会发现，有些心动真的不会随着时间消失。它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也没有刻意制造的浪漫，只是一个眼神，一次回眸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就足以让人重新陷进去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一部让观众记忆深刻的作品《一夜温柔》。而随着作品迎来播出1周年，曾经属于文寻和徐星的那份温柔也再次被观众翻出来。赵振东饰演的文寻和翟一莹饰演的徐星，一个是看似沉默却始终默默守护的人，一个是看起来坚定勇敢又从不轻易认输的人。他们之间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爱情有多么轰轰烈烈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们的感情足够克制，足够真实，也足够温柔。1年过去了，当我们再次回头看文寻和徐星，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那就是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，却没有改变他们之间最初的心动。文寻这个角色，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接近的人，他有自己的距离感，也有自己的保护色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或许显得有些野，有些难以靠近。可是当徐星真正走进他的世界之后，那个看起来坚硬的人却慢慢卸下了自己的防备。这也是这个角色最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地方，因为现实里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，他们在人群中习惯了坚强，习惯了隐藏情绪，习惯了把真正的自己藏在表面之下。可一旦遇到那个真正理解自己的人，所有的防备都会慢慢松开。文寻就是如此，他不是不会温柔，只是他的温柔从来不会轻易给别人。而徐星恰恰成为了那个让他愿意放下防备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2个人的关系会让观众觉得特别有感觉。因为徐星并不是一个只等待爱情发生的人，他有自己的坚持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愿意为了什么继续向前。所以在这段关系里，他并不是单纯的等待文寻回头，而是在一次次靠近，一次次坚持之中，让2个人原本有距离的世界慢慢重合。这其实就是一夜温柔最核心的情感逻辑。一个人在守护，一个人在追寻，一个不轻易表达，一个不轻易放弃。当这2种性格真正碰撞在一起的时候，爱情才开始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。如果说文寻的魅力来自于他的克制，那么徐星的魅力就是他的坚定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柔弱的女主角，她可以温柔，但不会轻易妥协；她可以流泪，但不会因为一次挫折就放弃；她可以等待，但更愿意主动去争取自己的幸福。所以，当文寻和徐星再次相遇的时候，那种情绪其实非常复杂，不是简单的一句“我想你了”，也不是一句“我们重新开始吧”，而是经历过时间之后，2个人终于再次站在彼此面前。那些曾经没有说完的话，那些没有来得及表达的情绪，仿佛都藏在了一个眼神里面。有时候，真正让人心动的重逢就是这样，2个人什么都没有说，可是观众已经替他们说完了所有的话。你会发现，所谓的心动，并不一定需要一个惊天动地的瞬间，可能只是文寻看向徐星的时候，眼神比看别人多停留了1秒。也可能只是徐星再次面对文寻时，那份曾经熟悉的情绪突然全部回来。这种感觉就像时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。而播出1周年，更让这种情绪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意义。因为对于一部作品来说，1年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。1年之后，观众可能已经看过很多新的剧，也认识了很多新的角色。可是，当他们再次想起文寻和徐星的时候，依然能够记住那份感觉。这就意味着，有些角色已经不只是剧情中的人物，他们成为了观众记忆的一部分。而赵振东和翟一莹的表演，也让文寻和徐星之间的关系拥有了更加鲜明的层次感。赵振东所呈现出来的文寻，并不是一个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的人物，他的情感更多藏在细节里。越是克制，越容易让人想知道他真正的内心；越是不说，观众反而越想替他说出来。这种角色其实非常考验演员，因为如果表达得太直接，人物很容易失去神秘感；但如果过于冷淡，又会让观众无法感受到情感。
而文寻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在冷与暖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表面上，他似乎永远不会轻易被什么事情打动，可是面对徐星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会变，他的态度会变，甚至连沉默都变得不一样。这就是角色最有魅力的地方。真正的温柔，有时候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藏在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做什么里面。翟一莹饰演的徐星，则给这段关系增加了另外一种力量。如果说文寻是慢慢打开自己的心，那么徐星就是那个不断向前走的人。他的存在让这段感情不会停留在原地，他让故事不断向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徐星和文寻之间才形成了非常有趣的互补。一个慢，一个快，一个藏，一个追，一个不愿意轻易表达，一个愿意勇敢面对。但他们最终想要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漫长的人生里找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并不是完美的爱情模板，他们也会犹豫，也会错过，也会有说不出口的时候。但正因为不完美，才更加接近现实。现实里的感情本来就不是永远顺利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当两个人走散之后，还愿不愿意再次向彼此靠近；当误会出现之后，还愿不愿意多一点耐心；当一个人把自己藏起来之后，另一个人是否愿意继续等待。文寻和徐星的故事恰恰让人看到了这种可能。所以1周年重新回看《一夜温柔》，真正让人感慨的其实不只是剧情，而是时间。1年之前，我们第一次认识文寻和徐星；1年之后，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。也许观众已经改变了，也许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当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，当熟悉的人再次站在一起，那份最初的心动依然存在。这或许就是影视作品最神奇的地方，它可以把一段已经过去的时间保存下来。等到某一天，当你再次打开它的时候，你会突然想起当时的自己，想起第一次看到某个眼神时的心情，想起某个情节让自己感动的瞬间，也想起为什么当初会喜欢上这两个角色。而一夜温柔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，一夜很短，温柔却可以很长。短暂的相遇可以留下很久的记忆，一个看似普通的眼神也可以在观众心里停留很久。所以文寻和徐星真正留下来的，或许不是某一句台词，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情节，而是一种情绪。那种我知道你看起来很难接近，但我愿意理解你的情绪，那种即使你不说，我也愿意继续靠近的勇气，以及那种在所有人面前都可以坚强，唯独在你面前，我愿意做回最真实的自己的温柔。这也是这对角色最让人心动的地方。文寻可以对所有人保持距离，但面对徐星，他愿意卸下防备。徐星可以面对很多困难，但面对这段感情，他始终没有轻易放弃。所以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是谁征服了谁，而是两个人最终学会了理解彼此，一个学会表达，一个学会等待，一个愿意打开自己的心，另一个愿意一直站在那里。这样的爱情或许没有那么刺激，却很容易让人记住，因为它像现实中的很多感情一样，安静却真实，克制却深刻，平凡却足够动人。如今一夜温柔迎来播出1周年，当我们再次看向文寻和徐星，也许会发现他们最珍贵的地方并不是所谓的完美爱情，而是那份经过时间之后依然没有消失的温柔。1年过去，故事或许已经成为过去，但他们的眼神，他们的坚持，他们曾经彼此靠近的那些瞬间，依然留在观众的记忆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品播完之后会慢慢被遗忘，而有些作品即使过去1年，依然有人愿意重新打开。因为观众记住的从来不只是剧情，而是剧情带给自己的那一瞬间心动。文寻和徐星也许只是故事里的两个人，但他们让我们相信了一件事情：真正值得珍惜的感情，从来不是一个人永远追着另一个人跑，而是有一天，当你终于走到对方面前时，对方依然愿意为你打开那扇门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，哪怕只是一句迟到了很久的话。只要彼此还愿意靠近，
那么故事就永远不会真正结束。1周年之后，